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呀，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财富，每一个人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通货膨胀？那我们一般习惯了，就是说，通货膨胀这个事情，总是听到很多政客、政府去讲，怎么去对付通货膨胀，怎么让通货膨胀变得低。但是有没有人想过，为什么要有通货膨胀呢？没有通货膨胀的事情不就都没了吗？而且通货膨胀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财富被减少的主要的罪魁祸首，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避免不了的问题。但是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呀？通货膨胀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能不能没有通货膨胀呢？如果考虑这个问题啊，大家是不是先考虑第一个问题，哪儿来的通货膨胀？就是说啊，通货膨胀我们理解啊，这个涨价呢，其实一般来说它是两种嘛，是不是？最终的产生，一种是供与求，如果物品少了，是不是需要的人多，它会涨价？还有呢，就是我们理解的国家印的货币多了，超过这个总产值，这样会有这个涨价。但是这里有个区别呀，就是说供小于求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个价格增长，其实这种事情人类有史以来它一直存在的，是不是？它就是这种市场的正规这个调衡。那通货膨胀只是近期才有的，而且市场的这种调衡，它不是所有的产品突然同时涨价，它都会说在市场上某一种产品需要多了的情况下，它没有，它价格涨了，是不是？但同时人们的需求由一种需求变化成另外一种需求，这个时候比如说简单来讲，出现了一个新的产品，是不是代替旧的产品？新的 iPhone 15出现了，那大家突然就开始不买 iPhone 16了啊，不买 iPhone 13了，是不是？iPhone 12不买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总的来讲 iPhone 的数量是不变的，是吧？那对 iPhone 工厂来讲，数量变化吗？所有的厂家生产东西啊，像这种大的工厂啊，它都是宏观控制的，他知道自己一共有多少客户在这个市场上，它的份额有多少，是不是？而且到多长时间他要换这个手机，他会换手机，总的数量，我们在朋友之间我们也知道，使用 iPhone 的人一般都使用 iPhone， 是不是？使用安卓都使用安卓，它只会在更新换代，也就是说它这客户的总量是不变的。当你生产出 iPhone 15的时候，你厂家你知道你12、13就要减少量了，就是在生产15之前，总的数量它已经控制好了。总的来讲，它不会让自己生产出的东西卖不出去，产生自己给自己造成的亏损，这个是不会的。所以说工厂生产的总的宏观的数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的利润每一年由于翻新的iPhone 的数量它是知道的，不会产生过多的这种供大于求。所以总的 iPhone 的总产值，你看它的这个股票的价格是不是它是相对持续的，保证恒定的，这个就是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恒定关系。我们举了一个 iPhone 的概念，是不是其他产品大的产品几乎都是这样的？那回头来讲，如果厂家不会造成这种，尤其今天数字时代，大家都掌握宏观上，像那个大公司都掌握我的产品会卖出多少，利润多少，这个都掌握的情况下，它怎么会出现供大于求呢？是不是？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所以说更主要的来源并不是厂家、商家来自人民的这种出现的通货膨胀的问题，而是来于政府，尤其是出现一种所有产品的这种突然的涨价。我们举这个例子还是 iPhone 限于这一个产品当中，是不是啊？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往回举，我们如果举就是 iPhone 和诺基亚的这个例子来讲，是不是用手机的人就这么多，如果对 iPhone 产生了需求了，对诺基亚就没有需求了。也就是说新的产品产生了，它会把旧的产品这个厂家直接取代掉，
而总量来讲，手机需求在市场上还是这么多，还是这个样子，大的不会产生过多的变化，不会整个市场发生地震。这个就说什么呢？市场上供与求的自然调整的这么一个规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正的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来源还是来自国家的宏观调控。那来自国家的宏观调控，我们概念当中大家都有一个潜意识不问问题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通货膨胀它是一个不可定的，每年都不一样，国家也不知道，都是应急产生的，是不是？不是说我今年预计的通货膨胀多少就是多少，它都好像一种人为控制不了的，像一种天灾一样的出现。那产品是不是这个国家的 GDP 能生产多少东西，它是固定的，几乎人口数量是固定的，那怎么会出现这种不可追溯不可预测的东西呢？它哪儿来的呢？这里就有一个特殊的事情，大家还是没有以前去想过。因为这个国家机器这个经济它适用于什么呢？它造成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体系，让你一想就觉得我想不明白，这事儿太复杂了，搞不懂。它不是搞不懂，很容易搞懂。大至国家，小至家庭，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国家它大了，它刻意把它复杂化了，让你觉得你搞不懂，你不去搞懂，你就听就完事儿了。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它的财政预算，猫腻就在这儿。什么叫财政预算？那就是说，我们今年要花多少钱做多少事儿，这叫财政预算，大家都知道，是不是？那这个财政预算，当财政预算和要花的钱不对等的时候，我要买一套房子，结果赚的钱少了，不够花了，是不是透支了？这个时候我多印钞票，是不是产生了通货膨胀？是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听起来，国家角度听起来好像一直给我们这么洗脑洗脑，我们认为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你换到家庭角度来讲，你就立刻明白它不对劲儿啊。如果我今年想花的钱，想买的东西透支了，我不买就完事儿了呗。我今年买不了，延迟2年买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很多国家财政预算的东西，有几样是今年不做它就会死的？没有吧，很少吧。甚至有些国家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加拿大，它一条路可以修几十年，是不是？那你非今年的财政预算要透支吗？不一定吧，明年也可以嘛，反正你也干不完。它为什么要透支？这个时候就是国家开始用自己的小算盘，让手伸到大家兜里去掏钱了。他说我要做这事做不完了，那我就多印点钞票吧。其实是什么？这个时候就是国家把这个手伸到我们个人的腰包里，从我们身上开始拿钱了，完全是一种国家盗窃行为，它是这样产生的。换句话来说，可不可以杜绝呢？从我们家庭角度来讲，完全可以杜绝。今天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昨天产生的，兜里1分钱没有，没有这么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存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那就是说它有了很多年的积蓄了已经，是不是？我钱不够，我拿点积蓄补上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已经赚到这个钱了，是不是？那我就用不着通货膨胀了吧？很简单，这样情况下就没有通货的膨胀，没有这件事情，大家赚多少，每年花多少，每年拥有多少。在这种情况下，交的税和我们花的钱和我们赚的钱拥有的钱一模一样，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就不会被偷了，我们就变得富有了。那些想偷我们钱的人呢，他们就没有了机会了。所以说呀，真正通货膨胀的背后不是什么必不可少的东西，而且历史上真正国家发展当中也有过一些国家，有过一些阶段，
整个人类有一些阶段，它完全没有通货膨胀。包括当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啊，美国的金本位那个时候就没有通货膨胀。为什么？当你没有这些抵押黄金的情况下，你不能印出这么多美金来，它就没有通货膨胀，老百姓照样活了，是不是？就没有这些问题。就是说啊，现在大家这个国家给老百姓解释的，就是说我这个钱为什么$1值这么多钱？他解释是什么呢？我印的这个美金，印的这个货币，人民币也好啊，国家这个英镑也好啊，按照我国家这个总产值 GDP 去印，是吧？哎，不会超过的。所以说我这个英国、美国的国家 GDP 高，哎，所以说我这个货币价值它就高，它是这样。以前呢是按黄金金本位的时候，就是说这是一个固定的，美国金库里有多少块黄金，多少公斤黄金，就是按这些黄金。如果你要想印更多的呢，你需要拿黄金往里填，你才能印更多的。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它变成什么？很多国家没有了黄金，因为把黄金拿到美国去了嘛，相信美国，美国这个老大哥非常诚实，非常可爱，绝对任何人不欺骗啊，放到我这儿比放到你那儿还保险。所以说你的是我的，我的是我的，都是我的，大家都是我的。所以说呢，从那以后啊，大家再不储存什么这个黄金了，都储存美金。美金呢后面是黄金，所以说它是这么一个直接的关系。当金本位被取消了之后，尤其美金开始用美国国债抵押，然后呢，直到现在为止了呢，现在川普上台之后，川普要完全取消国债上限，这种情况下，最后一个美金似乎可以衡量它价值的这种标准都要取消了。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哎呀，不想说的事情就是说，世界金融的崩溃并不是说谁要攻击美金，谁要破坏这个制度，而是这个制度自己把自己给消灭掉了。这个东北啊有一句笑话，叫大拇手指头卷煎饼，叫什么？自己吃自己。怎么叫自己吃自己呢？这个由美金创造的世界的金融体系，它不断的这种通过各种方式，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说美金跟每个国家输出作为货币印刷的抵押，然后美金呢又不断的膨胀，用这种方式呢，把全世界实际上的资产全都收进了美国某些大公司这些人手里之后呢，他越收越多，越收越多，收到最后已经把这个整个收钱这个机制毁掉了，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完全控制不了了。他钱多到没给全世界其他老百姓留下生存发展的空间。那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一个由人的思想上的一个突破，就是说简单的来讲，前些年美国最开始大家都有个美国梦嘛，是不是？哎，买房子买车，一个美国梦的这么一个想法，去奋斗，给你画个大饼，你去奋斗啊。在中国也讲中国梦，奋斗。现在呢，奋斗最勤奋的国家开始有反弹了，躺平。躺平会是一个全世界的躺平。其实我们看到西方今天，美国西方很多人，我们觉得这些人颓废，吸毒也好啊，是不是？他各种的生活方式不上进呢，他非常颓废。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躺平，是一种极端的人极端的方式躺平。接着往下来，会中层的这种家庭啊，这些人他也会躺平，因为他发现他无论怎么去工作，他都无法为自己创造足够的财富，让自己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甚至自己的后代无法去给他们提供任何的保证。所以说他这种机制已经把自己吃掉了，吃死了。所以说将来的产生的经济危机，也就是说这种机制带着世界走了50年60年，走到今天，它必然的结果，它是一种无法改变的事情。所以说最终的问题不是说像川普讲的谁拒绝美金，
是不是？全世界哪国家拒绝美金，他去制裁哪国家，你制裁谁也没有用。美金把自己用自己这种方式给吃死了。其实抵制通货膨胀还有一种方式，最简单的方式。其实想不明白的问题，国家问题，你拿我们家来去想就很简单。就是说，现在国家发行货币啊，它一般都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建立在什么呢？国家的 GDP， 是不是啊？我生产多少货物，多少这个价值来发行货币。但是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的 GDP？ 关键在这里，它所发行的货币一般来讲，现在所有国家设定是什么呢？是未来的 GDP。比如说，我要发行2025年的货币，它用2025年的 GDP 做抵押。那2025年还没发生呢，这自然就是一个变量啊，它就会产生变化呀，是不是啊 ？OK， 那你用2024年的不好吗？那个钱已经放在兜里了，它就不会产生变化了。那在这种情况就不会产生任何通货膨胀了。而且我也提到了，就是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它是昨天产生的，它都有几百年，是不是这个历史了？而且我们都知道，很多国家它都有 GDP 增长，国家收入增长，哪怕很少，1%、2%、3%、4%。近些年来，由于经济的这种非常快速膨胀的发展呢，它的增长速度变慢了。好的呢，平均来讲呢，近50年、60年可以讲呢，就是在4%、3%左右。假如说我们不去细查，大约是这个样子，4%，那也就是说25年的时间，它就可以生产出一个完全整年的 GDP。当然了，25年前有可能比今天要少一些，我们做一个不细使这个数据，是不是？但是完全从理念上可以理解的。那也就是说，我完全可以拿出一笔钱来，我兜里的这么一笔钱，已经在我兜里的钱，花今年我要做的事情，然后把今年做的钱赚的钱呢，1分钱不花，做明年的时候 GDP 再去花，明年呢再往后年这么花。如果这么个循环的话，世界上将不会再有任何的通货膨胀。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很简单，只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条文的这么一个改变。但是为什么不去这么做呢？就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么去做了的话，我们的钱就没法变成他们的钱，他们的钱就无法增长，因为他们根本不劳动。这些银行家从来就不劳动，银行它就不产生任何价值。其实啊，今天的银行这种收利息的这种方式，它是人类堕落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推手。在历史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当然我们佛教不讲这些啊，因为佛教完全它是一个佛教、道教是完全脱离社会的这么一种教，它和这些教不一样。这些教呢，它这个也是正教，但是呢，它是在融入社会当中的，它都是坚决制止自己的教民互相之间借钱贷利息的，而且把它视为什么呢？非常严重的一种对神灵的亵渎。大家为什么说世界上存在痛恨犹太人呢？是不是啊？其实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是这个主要的银行掌握在犹太人手里。这不是说犹太人有多聪明，其实根本不是，因为其他宗教历来是禁止的，唯有犹太教不禁止。但是它不禁止在哪里呢？不禁止犹太人对其他宗教的信徒放贷收利息，但犹太信徒之间是禁止的。所以说呀，这种通货膨胀、收利息、银行的滚动，最终如果人类要走向正轨，一个良好的、一个真正我们人类存在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的话，最终它会被取代掉的。但是今天这些银行家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宰，怎么能让它走下历史舞台？或者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那这就是人类的选择，那这就是上天对人类的决定，怎么去做。如果选择人类将会存留下来的话，
那就会有一种方式去掉这种银行家，去掉这种银行放贷今天作为世界主要的经济存在方式。所以说在将来的发展啊，哪一天出现什么变化，哪一天的变化是向良好方向发展，哪一天的变化是将走入一个更大的崩溃，今天大家就已经心里有数了，就会知道了。它这个体制啊，美国带来这个经济体制，其实它从一开始是一个正面的。正面在哪里呢？就是给全世界进行投资，让其他国家是不是发展起来？因为以前为什么没有人对美国的这个美金的金融体制发难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大家确实都很穷，像中国的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初，你根本没有这个资本，都是祈求外资进来，是不是给自己国家带来发展，都是这样的。而且美金进入每个国家带来这个体制，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大家进行发展。那你投资让人家发展，人家肯定会发展，那也就是发展它是一个必然结果。那发展之后它会不会无限循环那么提升？当然不会，它数量的改变自然就会产生质量的改变。质量的改变是什么？就是人家富了嘛，是不是？富了想法就多了。就像这个中国汉语讲嘛，叫温饱思淫欲，是不是？钱多了他想的事儿多了，他就不想被那么剥削了。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对旧的体制的这种发难质疑，它迟早就会产生的。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一开始它的开始就预定了今天会有这个结果，那也是这个结果迟早一天就会发生的。但是你这个结果能不能制止呢？是制止不了的。如果制止不了的情况下，你就要变，就要改变，就要升级。这种金融体制对全世界的进行输出，这种剩余资产力的这种吸金，是不是啊？换句话说，也就是切蛋糕，这种方式也是一个新兴的产生的想出来这么一个办法。在这种办法之前也有这种切蛋糕的方式，那是什么？就是战争嘛，是不是？为什么会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大国打小国吞并的方式？为什么？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来拿走你的资产嘛。就是这种方式啊，它也是在这个近代产生的，它是这个样子。在这之前呢，它有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侵略。这种侵略啊，它并不是毫无根据、毫无理由的。列宁不是说过吗？什么时候能产生革命？革命的利润是多少？革命的利润是70%。假如能达到70%的利润，那就足以去做革命了。这就是革命的最开始的一笔经济账，也就是所有的战争也是基于这个基础之上。战争也有成本嘛，是不是？你发动自己的老百姓去打战争，而且你要投入国家的资力人员，而且在这些年当中呢，在打仗这几年当中，你肯定是国家的 GDP 啊发展受到完全非常大的阻碍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也算是一种成本。它的收入在哪里呢？就是说你掠夺来的财产超于你付出的成本，而且呢，最少要在70%以上，在你这个付出成本之上。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是值得发动的，而且这种革命也是值得去发动的。发动革命，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发动颜色革命，颜色革命它也有成本的，是不是啊？你要投入资金，给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个反对派要去给他们钱，让他们滋养起来，帮助他们发展媒体，进行老百姓洗脑，各种各样方，这也都是成本啊。那它的利润在哪里呢？就是它发动成功之后带来的利润会是多少？其实这简单都是一笔经济账。那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新兴的方式。新兴的方式它代替了原始的非常粗鲁的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战争。那今天这种金融方式已经达到它的末节末日了，其实就是应该产生一种新的方式，逐渐的变得越来越温和，变得越来越让大家接受没有人的人命作为牺牲，作为成本，作为世界经济倒退这种基础来进行升级。其实我们活到了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年代，到这个时间了，
就是应该正确的升级，而不是抓着旧的体制去把住它，怎么给它续命。但是呢，什么能长久，什么能不长久，这个显而易见。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给这个体制、给这个机制续命的，它终将被历史、被自己这个机制所致命斩首。所有的进行升级的，这些将会带来新的生命，它一定是更平和的、更均容的、更让所有人付出代价最少的方式，一种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出现。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